是狼狈，厉总的威风怕是要丢光了。别怕，有我在。怀姐，登记厅是假的，证也是假的。3天后，我和他才去中环领真证。好，我答应你。9年了，还是没长骨头，真是舔狗。别装了，让你过一次瘾，该知足了。婉云让给他也是理所当然。怀姐，3天后我们去领真证，你最好别闹事。你知道吗？我和婉英地下恋8年了，大家都知道。那天，我们都亲眼见证了他们的幸福。等我们玩够了离了，我还是你老婆，别介意。好，我答应。9年了还是骨头软。9年欠我的，该还了。姐姐，这件西装真漂亮，要是能穿它跟苏婉言领证就好了。谢长姐，把礼服让给顾晏殊。不行，算了，姐姐，从小我就不配拥有好东西。谢怀姐，你抢了他那么多东西，这件就当补偿。3天后领证，我要穿它。领证，你别自作多情了。不是和苏婉英领，是和别人。撒谎也要有个度。编出这种不着边际的借口，花钱拍的，怎么处置我说了算。婉言，媳妇毁了你吃亏，把那套临海别墅当婚房，好不好？把临江1号的婚房更名到顾晏殊名下，等我和他离了婚，房子再改回你的名字。不用改了，我的婚房早就有人为我准备好了。怀姐，我知道你委屈，但我和晏殊只是走个过场。婉英，我怕领证当天他当众闹事。晏殊说的有道理，这2天把你关起来，等你们领证结束再放他出来。可以，把他关起来，但别锁死，给他留一线逃跑的机会。若是他能拼尽全力逃出来，就证明他深爱我，我就嫁给他。看吧，为了娶苏小姐，连人的尊严都不要了。明明苏小姐和顾先生都要领证了，他竟然还不死心，真是不自量力。真以为自己能逃出去？谢环金，别做梦了。我不能输，我绝不能困死在这里。婉英，怎么办？他跑掉了，我好担心，他明天一定会来闹事，毁了我们的好日子。闹也没用，你自取其辱罢了。怎么办？可真的来闹事了。真是不死心啊，谢怀姐，为了抢苏婉英，连跳楼逃跑这种疯事都做得出来，丢人现眼的东西！现在给我滚回家！你若是毁了晏殊的好事，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你非要这么迫不及待跑来闹，逼得大家难堪是吗？我不是来闹的，我也是来领证的。你好，我也领证。你疯了？你到底要发疯到什么时候？求你了，别这样，我和婉莹是真心相爱的。你好，我和谢怀金先生领证。哟，谢怀金本事真是走近了，居然花钱雇了个群演来充数，荒唐！你真是被猪油蒙了心，我们谢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怀金，你们聒噪够了吗？我要和我的未婚夫领证，现在给我清场。这是厉董，厉董大驾光临，属下眼拙，来人，立刻执行清场，维护现场秩序。这真是戏演全套，居然还准备了假名片！谢怀金，你真是幼稚的可笑！这绝对不可能，那是厉家！婉燕，哥，你找人演戏就算了，竟然还纵容这女人出手伤人！怀姐，我们领证。
婉心，那个女人真的是厉时薇？为什么？他怎么会和谢怀金领证的？我不信。以前无论我怎么冷落他，怎么践踏他的真心，他都会默默回到我身边。怎么这次不一样了？婉音，你清醒点儿！他怎么敢让保镖打我们？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不，他是在跟我赌气，他是在跟我赌气。只要我再去哄哄他，对他离不开我。怀姐，我知道你在跟我赌气，只要你出来，我们现在就领证。苏婉音，今天你必须和晏殊领证，那是你们两家签过的赌约。苏氏集团二小姐是吧？回去告诉苏家那个老头，苏氏集团风雨将至，覆灭在即。覆灭？他是认真的？给我丈夫磕头道歉，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不，这不是梦，他是真的要毁了苏家，他是认真的。权衡好你的利弊了吗？苏氏集团的存亡就在你这一跪之间。继续磕，直到我的丈夫满意为止。走吧，时薇，这种人不值得我生气。怀瑾，我所做的这一切，不仅仅是帮你，更是帮我曾经那个渴望你的自己。你为我做的，我都记在心里。怀瑾，我是你妈呀！血浓于水，我们终究是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快开门呀！哥，婉音没跟我领证，我们以后还是一家人，对吗？公司现在急需资金周转，你能不能帮帮我们？一家人？你们什么时候将我当过一家人？从今往后，别再放这几个人进来。如果再敢出现在我的视野里，直接报警驱赶。谢怀瑾，你现在有钱了就另起不认吗？凭什么？凭什么我就成了这个样子？都是顾晏殊那个虚伪的东西。如果不是他在我耳边吹风，如果不是他处心积虑的勾引，我怎么可能背叛怀瑾？顾晏殊，你给我滚出来！当骂人的骗子！给我出来！把他们烂！婉言，你怎么来了？是你毁了我，是你让我变成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鬼样子！别打，文雪，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是为了你好啊！疼吗？顾晏殊，这才刚刚开始。这就结束了吗？我到底变成了什么东西？都是他害的我，是他，全是他害了我。被告苏婉音因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妈，那1万元住院费已经是我们最后的积蓄了，再交不出钱，医院明天就会停药。造了什么孽呀？我们把那个真正撑起这个家的人赶走了，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废物。怀瑾，我们只是想见你一面，求求你，哪怕只有1分钟也好。妈知道错了，你出来见见妈好不好？你以前不是最听妈的话了吗？谢夫人，先生已经交代，你们的存在只会让厉家感到困扰，后果自负。只是觉得荒诞，当初苏婉欣为了胜负欲践踏我的尊严，而我的家人为了攀附权贵，更是不惜联手将我推向万劫不复。那一切都过去了。那些曾经试图通过摧毁你来获得利益的人，最终都沦为了自己贪欲的祭品。这便是命运的公道。妈，下个月的房租该怎么办？医院那边又发来催款单，如果再不补齐，还管他做什么？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们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听人说，怀瑾他现在真的是厉家的掌权人了。如果我们再去求求他，哪怕是跪在门口求他，他会不会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施舍我们一口饭吃？你以为他还认我们吗？当初我们那样对待他，你觉得他心里还能有咱们？
从那天他让保镖我们像垃圾一样轰出厉家大门开始，他不会回头的。今天有人来看你，但被拒绝了。是谁？是家里人吗？是苏家的人来看我了吗？哼，不清楚，对方连名字都没留，只是听说是你曾经的商业合作伙伴。如果当初我能有一点点尊重，如果我没去那场荒唐的领证，或许一切都会不同吧。哥，凭什么？凭什么我机关算尽，最终却要落得个残废扫大街的下场？师傅，你不是最善良吗？你当初为什么不干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谢总，街头那边传回消息，顾晏殊现在沦落在城南的烂尾街，生活凄惨。没什么，一点陈年旧事的余波罢了。诗文，以前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一场无止境的消耗，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我的人生，在这一刻，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开启。先生，谢家的那位女士和您的姐姐已经在门外跪了3个小时了。他们说，如果您不见他们，他们就跪到天亮。既然他们想跪，那就让他们跪着。怀姐，你心软了吗？心软。如果我把这9年的痛苦换算成他们跪的这3个小时，那这场交易未免太廉价了。苏婉英已经进了监狱，顾晏殊残废且众叛亲离。至于你那所谓的家人，他们现在不过是想用亲情绑架你，换取谢家摇摇欲坠的生意。让他们跪着吧，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没有我谢怀瑾，谢家是如何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一点点走向毁灭的。顾少，您想报复谢怀瑾，这样可是不行的。谢怀瑾现在背后有厉氏撑腰，在京师没人敢动他。我有的是筹码。谢家那老太婆手里掌握着核心技术的秘密协议，只要能拿到那个，我就能把谢怀瑾推向深渊。您确定吗？那协议，谢怀瑾的老母可是视若命根的。他现在恨不得我死，更恨不得谢怀瑾不得好死。只要告诉他我手里有翻身的绝招，他一定会乖乖交出来。怀瑾，谢家这些年依靠着那种所谓亲情掩盖下的低效管理和裙带关系，早就该出清了。我并不关心谢家会如何，我只关心顾晏殊是否已经走投无路。别担心，今天之后，谢家将彻底失去最后的一点融资能力，这出戏该进入高潮了。当蝼蚁试图挑战森林，毁灭是唯一的剧本。这是谢家最后的东西了，我知道，现在谢家快撑不下去了，除了这个，我们什么都没有。心血，那是因为我那个好哥哥谢怀金，他现在攀上了厉家，转过头来就开始封杀我们。妈，你还没看明白吗？他就是要让我们死！只要把这份协议卖给厉家的死对头，换取一笔资金，我可以东山再起。只要拿到钱，我就能买通人。哪怕是毁了谢怀瑾现在的名声，也要让他不得安宁。你们不是想给谢怀瑾道歉吗？你们不是想求他原谅吗？那是做梦。除了跟我走，你们别无选择。这可是谢家藏了20年的核心技术，如果不是谢怀瑾那贱种逼我太紧，我绝不会拿出来。我要3000万，只要拿到钱，我立刻出国。3000万，顾先生，你似乎高估了你手里的废纸价值。不过，既然你能给谢怀英添堵，我愿意多给你500万。好，成交。他真的以为自己卖掉了所谓的底牌，只要他签了字，这份转让合同就会成为他非法窃取商业机密的铁证。让他拿走钱吧，等他以为自己赢了的时候，再把真相揭开，那才是真正的绝望。
叔，真的有3000万，我们是不是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只要有了这些钱，什么释怀锦，什么李侍卫，统统都要给我跪下！妈，你再去帮我办一张不记名的卡，我尽快把钱转走。别动！你们是谁？凭什么抓我？顾晏殊，你涉嫌非法窃取及买卖企业核心机密，数额巨大，且涉嫌职务侵占，这是拘留令。不可能，那是我家的东西，是我爸留下的。我是棋子，我只是棋子。你赢了，你设计让我卖掉那份协议，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刻。顾晏殊，你到现在还没明白，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对手。你说什么？你所得到的一切，那所谓的青梅竹马的偏爱，都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恶意剥削之上。那份协议，不过是我想看看你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你真卑鄙！你明明可以阻止我，但你看着我一步步走上绝路。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应该感谢我。如果没有我送你进来，以你现在的疯狂程度，你只会做出更加无可挽回的事。在里面反省吧，这是你应得的余生。对手，你从来都不配。是他，都是他谢怀锦！他既然过得那么好，为什么就不能拉我们一把？他是我们的亲儿子、亲弟弟啊！他现在是厉家的女婿了，他根本不需要我们。妈，别做梦了，他早就把我们剔除出他的人生了。怀锦，我错了，你回来帮我处理苏氏的烂摊子，我会和你结婚的。婉音，你领证的对象是晏殊。苏大小姐又梦见你那个前男友了，是在梦里求他回来，还是在梦里看着他和你那个废物弟弟双宿双飞啊？你闭嘴！他不过是爱过我而已，就算进去了，只要我出去，他依然会心软。别傻了，外面的世界早就变了。顾晏殊现在像条狗一样在城南扫大街，你觉得谢怀锦还会记得你？你在他眼里恐怕连块抹布都不如。顾晏殊那个废物，如果不是他当初伪造录像，诱导我放弃谢怀锦，是我蠢。我为了那所谓的商业联姻，亲手把我唯一的救生签给扔进了深渊。我没有输，我只是太信任身边的人。只要苏氏那几个老股东还没动手，我就还有机会。谢怀锦，原来这才是你报复我的方式，让我活着看着自己失去一切。他会来的，那可是谢怀锦啊，那个为了我连命都不要的人，他怎么可能真的舍得丢下我？怀锦，你是来看我的对不对？我知道错了，真的。我和晏殊那都是权宜之计，我被他骗了。你把我捞出去，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苏婉音，你之所以觉得你是被骗了，是因为你的自尊心不允许你承认，你当初的选择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错误。你爱的是你掌控一切的感觉。当初我为你挡下那一棍时，你只关心对手有没有受伤；我为你喝下那7瓶酒被送进 ICU 时，你只关心那份合同有没有签成。不，那些是我那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别自我感动了，你从来不爱我，你只是习惯了有一个随叫随到的奴隶。苏家已经破产，苏老爷子心脏病发在养老院里等死，你在这里还有3年，这是你对我9年付出应有的回报。不，谢怀锦，你别走，我有话要说。怀锦，你回来啊！怀锦，这里。编号9527，回去坐好。怀锦，苏婉英的事儿已经结束了，苏氏资产盘整正在收尾。你交代过保留那些没参与过剥削的普通员工，我已经安排下去了。世薇，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一切有些不真实。当年我只是那个宴会上连名字都不配有的附属品。你当年在慈善晚宴上救我时，
我就发过誓，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把你从那片淤泥里拉出来。是二房的那叔叔。厉家那边有动静。得知我要与你筹备除夕的婚礼，他们想通过家族议会质疑我这几年调动集团资金苏氏实施恶意收购的行为。他们是想动摇你的掌权地位，顺便破坏我们的婚礼。他们想错了，他们以为我还是当初那个小心翼翼的女孩吗？既然他们想闹，那就让他们闹得彻底一些。怀瑾，这场博弈才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通知董事会，明天早上9点，我会准时列席。除夕那天，我会让所有试图动你的人，在婚礼的钟声中听见他们事业的丧钟。史威，你最近的动作太大了，为了一个男人，动用家族10几亿的流动资金去收购一个垃圾苏氏，你是不是觉得厉家的钱是风吹来的？二叔，苏氏虽然名声臭了，但他们掌握的临海开发用地价值超过了收购成本的数倍。那只是你的借口，你为了个人的私情置家族利益于不顾。如果你坚持要和他除夕完婚，必须交出5%的决策权。各位长辈，厉氏集团近3年的财报显示，每年的利润增长率高达18%，这得益于史威对新领域市场的果断布局。如果各位认为我是厉氏的累赘，我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我所带来的资产平康书。我取的不是厉家的钱，而是我爱的人。如果谁认为我的身份有损厉氏的尊严，那么我们可以谈谈这些股权分配的细节。二叔，现在苏氏的临海地皮，您还觉得不划算吗？比想象中难对付得多。如果除夕婚礼让他彻底捆绑了核心资产，二房就再无翻身之日。去联系监狱里的关系，给顾晏殊传个话，只要他能给谢怀婚的婚礼制造点麻烦，二房保他后半辈子衣食无药。在想二房的动作。他们不会甘心，那个顾晏殊就是他们手里最容易利用的棋子。我已经让保镖全天监控顾晏殊在狱中的接触人员了。怀瑾，他们越是疯狂，就说明离毁灭越近。别怕，现在的历史是我们说了算。二房的承诺很直接，只要谢怀瑾除夕那天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厉氏集团的1半产业就是给你的酬劳。我这条命早就不值钱了，只要他死，我做什么都愿意。你们真的能保我出去？你不是想看他坠落，那就让他成为那场烟火中最刺眼的一抹红。成交！告诉厉景天，除夕夜我会给他一份完美大礼。婚礼的安保等级还要再提一级。侍卫，这不仅仅是婚礼，这是将这群阴沟里的老鼠一网打尽的猎场。这出戏越来越精彩了，怀瑾。他们以为在猎杀，却不知道自己早已走进了你的罗网。先生，所有的监控盲区都已经布控校备，婚车必经的长青路已经暗中进行了道路改线。顾晏殊带的人一旦触发报警，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铜墙铁壁的包围圈。所有的通讯中断了吗？除长青路周边10公里外，任何电子讯号都将在这场除夕初一钟声响起时陷入彻底的死寂。怀瑾，二房的人以为我们会在除夕夜放松警惕，他们却不知道，这场婚礼本来就是为了送他们下地狱而准备的祭礼。无论他们想在这场婚礼上夺走什么，我都会让他们用命来换。长青路店，目标已进入预设区域。通知下去，除夕钟声响起之时，也是他们在这个京市消失的时候。敬这一场华丽的葬礼。还有半个小时，记住了，只要目标出现，直接起爆，不要给任何活路。谢怀瑾啊，谢怀瑾，你这辈子最不该做的，就是把我逼到这条死路上。太安静了，太不对劲了，这可是顶级豪门的婚礼，怎么会连一辆先导车都没有？别管那些，继续等。顾晏殊，你还是这么蠢。谢怀瑾，你在哪儿？你这个阴险的废物，有本事出来！我就在你身后，这里所有的频率都已经被彻底屏蔽。顾晏殊，你的盟友把你卖了，而我是来收回的。不会，他们明明说会帮我，他们说只要我毁了你就能出国。在这个棋盘上，你连弃子都算不上，你只是二房用来测试我底线的一张废纸。你以为是除夕的烟火，其实只是二房给你的催命符。怎么还没动静？
那疯子是死在翠路上了吗？二叔，这可是你为我量身定制的除夕烟火，怎么不笑了？带个疯子进来，这人我不认识，别想乱扣帽子！勾结雇佣兵，恶意破坏家族婚礼。二房为了夺权，不惜勾结外人，试图破坏厉氏继承人的婚礼。这份证据我已经备份发送到了家族监察会和京市经侦处。这才是真正的除夕，干净而彻底。怀姐，二叔也是糊涂了。只要你撤销报案，我愿意交出我在厉氏所有的股份，立刻离开京市，放过我吧。二叔，你记得9年前吗？那时候你们是怎么伟大的？你说，在这个世界上，弱者没有条件的资格，这句话，我现在原封不动的送给你。厉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你，不仅是背叛人，更是家族的毒瘤。都结束了，怀姐。从今往后，我们的人生才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二房的调查结果出来了，厉震天涉案多项，证据确凿，余生都要在牢里度过。从今天起，厉氏再也没有能阻碍我们的人了。谢谢你，侍卫，是你把我从那个泥潭里拉出来的。谢什么？我们是互相拯救。怀姐，我们去旅游吧，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过一段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不去想什么商业版图，不去想什么豪门恩怨。好，我们出发。爸，我回来了，但今天我是来做个了断的。我在机场等你，去寻找属于我们的星辰大海。再见，那个卑微求存的谢怀瑾。从今以后，我的世界由我自己掌控。怀瑾，别看了，休息一会儿。离开京市不是为了让你继续做工作狂的。只要我们还想拥有绝对的自由，就不能停止扩张。欧洲凯撒集团压制了我们太久，这次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骑士。厉总，凯撒集团查到了我们在2级市场的硬动作，他们联合了当地投行，准备做空我们的物流板块。通知他们，启动1级防御措施。既然他们想玩做空，那我们就把水搅浑。怀瑾，他们大概还没意识到，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规则，将对手一步步引向死局。凯撒集团依然只是稍大一点的猎物。这一次，我们不谈复仇，我们谈谈如何吞并。从现在起，这不是邀请函，是我的收编书。谢先生，听说你在东方解决问题的手段很特别，把至亲送进监狱，把亲戚扫地出门。像你这种没有底线的人，真的适合进入我们欧洲的商业圈吗？莱昂先生，你的情报似乎有些滞后。如果你了解过那些人的下场，你就该明白，我不是没有底线，我只是更倾向于清理垃圾。如果我没猜错，明天董事会一定会非常热闹。他以为能用东方的旧事来羞辱你，却不知道那正是你对他发出的第一份病危通知书。凯撒集团不过是块垫脚石，我们要的是借他的手，撬动整个欧洲州物流贸易链的根基。谢先生，恶意并购我们已经通过了决议。如果你们继续在2级市场兴风作浪，明天你们就会收到欧洲法庭的传票。莱昂先生，商业竞争不是讲道理，是看底牌。你那占总资产40%的北非物流线，现在恐怕连空壳都不剩了。当地的扣押通告，连你们财务部门都还没收到吧？但我这里有实时视频记录。我给你们2个选项：接受我的股权置换，我动用历史渠道让你们起死回生；或者明天股市开盘，让做空机构把凯撒拆的骨头都不剩。凯撒少爷，我们要的是你们的生死决定权。你比我预想中更狠一点，那个董事当时的表情可真精彩。因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你足够强的时候，复仇往往不需要过程，只需要一个结果。他以为是在找救命稻草，却不知道那是我们给他准备的最后一根绞绳。谢先生，
艺术沙龙可不是你们谈生意的地方。不过既然碰到了，我得告诉你，中东王族已经同意与我们签订矿产协议，你们的置换方案明天就是一堆废纸。莱昂，你真的应该多关心一下证据。那份所谓的矿产开采协议，2小时前已被当地政府以环保评估不合格驳回。你手中的那张底牌，现在是一张死牌。我曾以为我是在掠夺，现在才明白，我是在清算。那些被他们抢走的尊严与人生，我终于一分一毫的拿回来了。这不仅仅是财富的赢面，怀姐，你赢回了你自己。凯撒物流体系并入历史，这是历史全球化战略的基石。我丑话说在前面，我不看背景，只看数据。听清楚了吗？从今天起，历史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全球商业效率的最大化。以前那些把你当成玩具的人，现在连看你的新闻都不敢抬头，这种感觉舒服吗？我从未想过报复，因为当你俯视这片土地时，那些卑微的恶意只会显得可笑。解决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幽灵罢了。从今往后，那些阻碍我们的人和事，连干扰生活的资格都没有。他名下的离岸基金如幽灵般吞噬着我们的亚洲零售业股份，这种手段像是在猎杀。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在此时下注。他不仅想夺权，还在暗中调查我当年那笔谢氏技术资产的流向，真是好算计。谢家的残党，他们居然还敢在暗处蛰伏，简直是自寻死路。有人试图重构我的过去，以此来瓦解我对历史的统治力。蚂蚁多了确实会让人烦躁，但既然他想在暗处玩牌，那我就陪他玩一场大的。联系东南亚的中间人，我要查清 X 的每一分资金来源。在这个资本的修罗场里，最优秀的猎手从不需要主动出击。你比9年前更冷静，也更可怕了。那是生活给我的学费，我丢掉的一切，我会连本带利的从这群幽灵手中讨回来。苏婉莹，怀姐，我就知道你还没忘我，对不对？顾言叔那个废物骗了我，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只要你捞我出去，我什么都愿意做，哪怕做你的奴隶。苏婉英，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我只问你一件事，当年你们联手伪造合同，背后到底是谁的事业？为什么要问这个？当年不就是为了钱，为了把你踹开，让你滚出谢家吗？如果想守着那个秘密，我保证你会烂在这间牢房里。告诉我，是谁给了你们那份关于谢氏技术的核心机密文件？别挑战我的耐心。谢怀姐，你不能走，那个名字会杀了你的，你斗不过他们的。棋子，那我也要做那个掀翻棋盘的棋子。谢氏老工厂，他们要的不是我的钱，是那份当年父亲拼死守住的代码。他们认为那是改变零售算法的圣柜，却不知道，那本身就是我留给他们的墓碑。工厂今晚有线下数据交接，我要在那份代码交割的瞬间，反向植入历史的高阶病毒，把那些躲在暗处的幽灵一个一个揪出来，放在聚光灯下处决。暗族已潜入预定位置，全员待命。收我！我机关算尽策划了9年，居然输在了你手里！你错了，你输的不是手段，而是底线。结束了。怀姐，一切都结束了，你感到轻松吗？那些要把我们拉进泥潭的人，都留在了那个废墟里。从现在起，没人再能定义我的价值。老陈的事情处理完了。谢氏当年的那份代码，其实根本不存在，对吗？确实不存在。他为了那份虚无缥缈的财富梦想，不仅摧毁了谢家，也把自己的人生送进了死胡同。这9年来，我一直活在他和苏婉英他们设下的这种财富与权力的迷宫里，直到现在，我才终于走出来。师正，你知道吗？现在我才明白，真正的强大是彻底摆脱他们的影响。历氏的全球化战略已经步入正轨，欧洲那边反馈回来，凯撒集团并入后的第1季度财报远超预期。走吧，婚礼的筹备方案我做了一些微调，我想在海边办一场只属于我们自己的仪式。只要维持价格优势，
3天内市场占有率有望冲破40%。物流只是血管，老陈那种人盯着旧时代的代码，而我们要做的是创造一套让所有对手都无法逾越的智慧零售标准。告诉他们，力士不做资本的附庸，合作的前提是共享我们在亚洲的底层数据处理能力。想分这杯羹，就必须听从我们的行业准则。感慨什么？还是觉得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我用了9年时间沉入泥潭，又用了1年时间重塑了这一切。那些曾经不可逾越的大山，如今俯瞰过去，也不过是一粒尘埃。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别忘了还有那个关于大海的承诺。当然，无论版图多大，最重要的事情始终只有一件，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好。林家，当年他们只是个能源小作坊，为了抢占谢家的专利，竟然布下了这么大的局。他们以为9年过去，证据早该烂在泥里。他们以为我会一辈子做个求人的附庸，等着被他们吞噬。他们联合苏家和顾晏殊，把你包装成一个沉迷女色的废物，只是为了掩盖他们强取豪夺的事实。这哪里是商业竞争，这分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但我活下来了，而且我现在站的位置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高。林家现在控制着京师的能源命脉，甚至跟我们还有利益纠葛，动他们等于要动力士半个根基。如果根基长在淤泥里，那就连根拔起。侍卫，我要的不仅是让他们身败名裂，我要的是彻底清算这10年欠我谢家的一切。林家根深蒂固，有老派家族庇护，简单的舆论曝光只会是隔靴欺痒，反而会引来他们疯狂的反扑。这是技术封锁，林家的专利体系经过10年完善，我们现有的研发团队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漏洞。那套专利的底层逻辑是我父亲写的，他留下的不仅是逻辑，还为了防止剽窃而预设的暗门。当年他们窃取时有多贪婪，现在拆解时就会有多狼狈。在他们眼里是屹立不倒的专利塔，在我眼中不过是一堆随时可以拆除的积木。林家不是凯撒，一旦开战就是不死不休的正面战场。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从我从泥泞中爬出来那一刻起，我就没有退路。这一次我要彻底重塑这所谓的豪门秩序。林总，这套系统的底层逻辑不仅在3年前抄袭了谢氏当年的基础架构，甚至在关键逻辑链上保留了我父亲当年为了验证专利真实性而预留的逻辑签名。你这是诽谤，这是伪造的证据。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份创新中会出现我父亲的名字缩写？林振业先生，您的资金链与技术偷窃罪证已经由经侦部门正式立案，请您配合调查。林氏的专利崩塌不仅是技术层面，更是商业信用的崩塌。从今天起，力士将全权发起对林氏能源资产的收购邀约。是你一直都在演戏，好让我掉进你的陷阱里。林先生，这10年里，你曾无数次试图抹掉谢家的痕迹，却没想过自己也会成为那段历史的祭品。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已经毁了林家，毁了我们所有的一切，还不够吗？毁灭从来不是目的。林家持有的能源版图将由力士接管，重新投入到那些当初被你抛弃的民生项目中。侍卫，我有的时候会怀疑，是不是一场漫长的梦？如果明天醒来我还在那个泥潭里怎么办？如果真的是梦，那也是你亲手织出来的。别怀疑，那些在寒风里颤抖的罪人都已经入狱了。从现在开始，你是谢怀金，是力士的掌舵人，也是我的爱人。我曾经以为只要把那几个人毁掉，我就能找回自我。可直到今天这一刻，看着林振业倒下，我才明白，原来毁掉他们的过程才是最折磨我的。石薇，我们去海边吧，不是去度假，就是单纯的去看看当初承诺过的那片大海。好，这次没有任何人会干扰我们。我们走的时候，甚至可以把手机关机，只带上彼此。这是闭幕致辞的邀请函，怀瑾，这意味着你的绿色能源计划已经正式获得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入场放票。曾经那些把我踩在泥里的人，此刻恐怕连靠近这张桌子的资格都没有。如果当初没有你那份在绝境中也从未动摇的信任，我可能早已死在那个充满算计的冬天了。你不需要感谢我，是你自己把那些如沼泽般的泥泞一步步踩成了登上高塔的垫脚石。
谢先生，业内对您接手林氏后推行的公益化开源策略质疑不断，您对此有什么回悟？质疑是因为他们还在守着旧时代的镰刀，却永远看不懂我正在这个新时代里耕耘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不应只追求效率与利益，更应追求尊重与契约。而任何一段关系，如果建立在欺瞒与利用之上，即使外表再宏大，内部也早已腐败。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商业胜利，这是对所有曾经被背叛过的灵魂的一次证明。这一仗，你不仅赢了财富的版图，更赢了人心。从现在开始，历史将由我来重新书写。怀瑾，下一个目标定在哪里？南方，那里曾是我绝望的起点，但现在我要让它成为新的神话。这里虽然混乱，但却是一块未经雕磨的璞玉。如果能打通这条海上能源通道，历史的版图将向南扩张数千公里。谢总，京市那套规矩在南方行不通，你的绿色能源计划在这里会被海风吹散的。规矩，我们带来的不是威胁，是合法的市场垄断。你看，你们守护了30年的规矩，在我眼里，只需要这套算法就能彻底推翻。史威，你觉得我们现在这样，算不算实现了那个关于大海的承诺？无论商业版图多大，只要我们站在这里，看着这片我们重塑的大海，那就是最好的承诺。这才是能源存在的真正意义，不是为了垄断，而是为了让这里的人第一次感受到文明的温暖。怀瑾，今天只谈爱，不谈权谋。就算天塌下来，我也能帮你撑到日落。要是让他继续推行合伙人制，我们这群老骨头在历史怕是连最后一张椅子都保不住。侍卫，看来他们还没搞清楚一件事，我是来带历史走向巅峰的，不是来当他们权力的供养者的。9年前，我是一无所有的落魄者，现在，我将我的余生、我的权利以及我建立的规则，全部献给你。各位叔父，历史的未来是全球化的，我不希望看到这艘巨莲因为几颗生锈的零件而搁浅。做人留一线，我们看着历史从零到今天，股权分配不是你一句话就能说了算的。明天董事会，我会公布合伙人制的最终版，你们可以试着阻拦，但现在这份规则制定权的笔握在我手里。叔父们，怀瑾的话就是我的决定。时代在变，历史不需要坐享其成的守护者。怀瑾，你昨天刚举行婚礼，今天就急着要把这几十年积累的基石全部推倒吗？合伙人制会让我们彻底失去对历史的掌控。基石，如果基石已经腐烂成了吸血的软体，那它就不配叫基石，只能叫毒瘤。这不仅仅是改革提案，叔父，这份账本里记录了你们过去5年私自通过活外壳公司转移历史5亿资产的明细。这份审计报告已经送交到了检察院。我要的是一个属于实干家的历史，而不是一群只会躺在分红支票上吸血的幽灵。今天之后，所有的股权比例将重新审计。历史的未来将由那些流着汗水的人来投票，而不是你们。怀瑾，准备好了吗？这一声发布将彻底改写全球供应链的旧规矩。这不仅仅是技术发布，这是对过往10年所有质疑的终极回击。过去1年，很多人问我历史的未来在哪里。我认为未来在于我们要建立一种真正公平、高效且透明的商业规则。这套系统将抹平信息不对称，让全球任何一个微小的商户都能获得与跨国集团平等的准入权。我宣布，这套系统不属于历史独占，它将对全球所有合法合规的企业免费开放底层接口。谢总，这意味着您放弃了至少1000亿的直接垄断利润，为什么？因为我深知，垄断是科技进步的坟墓。我经历过被剥削的无力感，所以我更清楚，建立一个公平的生态比积累财富更重要。你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那些曾经看轻你的人，现在只能仰望你。史威，当年的苦难，苏婉英的背叛，二房的算计，如今看来，都不过是我人生戏剧中微不足道的一幕。当年我失去的一切，今天我都以另一种方式拿回了，且更加坚固。从今往后，再没有和阴霾能遮挡我们的未来。你赢的不是商战，你赢回的是你自己。你是来羞辱我的吗？看着我输得一败涂地，你应该很爽吧？我来是想告诉你，
你当年的那些核心代码，现在正在给南方最贫穷的地区供电。原来，从他离开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失去了我的所有。爸，我没有毁掉您热爱的行业，我重塑了它。现在的谢氏技术正在保护这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你帮二房做过的所有事，我有一份完整的记录。谢先生，你为什么要放过我？你明明可以。因为我知道你是被迫的，这不值得我再浪费时间了。带着你的秘密，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彻底消失吧。那边处理完了。那是谢家最后的一块痕迹。从这一刻起，我的人生里再也没有阴暗，只有无限的光明。这一切结束了，那我们去这里吧。那里没有商业新闻，没有竞争，只有海。好，处理完所有扫尾工作，我们就去。我要把自己从这个商业机器里抽离出来，只做你的谢怀瑾。在这里，没有工作再来牵制我。侍卫，这是我这10年里第一次觉得时间真的属于自己。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只属于我们2人的时间了。哪怕我不去操控这艘船，它也依然能平稳前行。历史也是一样，它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力，不再需要我时时刻刻紧盯着。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应有的境界。把棋局交给时间，我们只需要享受胜利的余温。当年我视他们如命，觉得这是我唯一的底牌。现在看，他们更像是战争留下来的勋章，告诉后来的我，曾经赢得多艰难。这些勋章就让他们留在历史里吧。我打算把历史未来的全球科研中心直接设在海上的移动平台上。既然规则由我制定，那我为什么不把它放在最自由的地方？这很疯狂，但我喜欢这种不被陆地束缚的未来。在巅峰的感觉很好，但我们要做的不是维持现状，而是把这种高度变成未来的起点。那么，谢先生，这场假期结束之后，我们要先从哪片海域开始统治？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最好的答案就是不再需要答案。10年前，我曾以为自己失去了一切，那时候的少年大概会觉得这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那时候的你满眼戾气，简直是个拒绝任何人靠近的刺头，哪像现在，连眉头的褶皱都舒展开了。那是因为你在最深渊的谷底拉住了我。以后历史的日常事务将全部交由专业团队处理，我们不再去参与那些无谓的博弈。我们要做的是把那套逻辑变成人类共有的工具，而不是某种垄断的特权。这才是你不仅要征服市场，还要征服这个时代的心。